架苏25战机刚飞入阿富汗领空，就被地面上的毒刺导弹锁定。尽管飞行员急速转弯进行规避，但还是砰的一声被毒刺导弹当场击中。阿富汗小男孩见状，撒开腿就往坠机地点狂奔，因为一旦捡到从战斗机上掉落的零件和武器，他就可以1个月不用饿肚子。谁知刚跑到半道，男孩就瞅见飞行员操纵着降落伞落在了一个大石头旁边，于是他趁着飞行员不注意，悄悄绕到石头背后，捡起一旁散落的阿卡47，熟练装上弹夹后，将枪口对准了苏联飞行员，抢出所有的武器，否则我就崩了你。然而当飞行员看到对方只是个小屁孩，并没有当回事，甚至还准备上前打个招呼，结果嘴还没来及张开，就瞅见小男孩轻车熟路的拉枪上膛。飞行员见状，顿时吓得连屁都不敢放，老老实实的取下身上的枪弹，掏出里面的倍儿枪，然后也悠的一下扔到石头缝里。本以为这样小男孩就会放自己离开，没成想刚刚发射毒刺导弹的阿富汗恐怖分子却突然出现，一把夺过男孩手中的 AK47，接着举起枪托，噗的一下将飞行员打倒在地，往后扛起迷瞪着飞行员带回去充当俘虏。可恐怖分子却浑然不知，他们掳走的飞行员其实是苏联108机械步兵师师长的儿子，而师长本打算明天带领着部队全面撤出阿富汗，结果得知儿子被恐怖分子活捉的消息，于是他立刻派出一支装甲小队，咣当一下撞进恐怖分子藏匿的村子。完事苏联士兵快速跳下装甲车，乌泱的进入到村子里，挨家挨户进行搜索。可由于不熟悉村子的地形，他们很快就遭到了恐怖分子的埋伏。面对敌人枪林弹雨般的攻击，全副武装的苏联小队很快就被打得根本抬不起头。就在这时，一名苏军为了尽快确认敌方火力点，不惜冒着被打成筛子的风险冲出掩体，王浩尔凭借着蛇皮走位躲避小孔射出的子弹。而当苏联狙击手听到密集的枪声，立刻就确认了恐怖分子的具体位置，于是他悄悄地苟在一处矮墙下边，深吸一口气，接着趁敌人换弹的功夫架起狙击枪，只听噗的一声，阿富汗机枪手的脑瓜脸顿时就被打爆了花。眼瞅着敌人失去了火力掩护，苏军士兵立刻爬出掩体展开攻击。一番激战后，恐怖分子伤亡惨重，而头目自知不能与苏军正面硬刚，于是带着飞行员俘虏赶紧转移，并在苏军撤退的必经之路设下埋伏。果然，随着苏军小队意识到师长的儿子根本不在村子里，当即坐上门门车准备回营地复命。谁知刚走到半道，一名小孔就扛起了火箭筒，朝着苏军小队乘坐的门门车噗嗤就是一炮，伴随着砰的一声，门门车顿时是咣也咣是不停地翻滚，直到撞上一棵大树才勉强停了下来。然而还没等车里的苏军士兵缓过神，几名阿富汗小孔就迅速围了上来。苏军见状，赶忙举枪展开反击，但由于被困在车里，他们的射击范围受到了极大的限制。眼瞅着恐怖分子越来越多，一名苏军只好打开电台呼叫支援。随后几名苏军士兵奋力爬出车厢，躲在门车的背面等待支援。5分钟后，苏联装甲车及时赶到，朝着恐怖分子就是一阵残存的小孔见状，顿时吓拉了尿了，头也不回的撒腿开撩。就这么时，苏军小队有惊无险的回到了营地。可当师长得知他们并没有找到被绑架的儿子后，顿时气完了。二话不说，扛起士兵手里的 RPG， 朝着50米开外的地雷嗖就是一炮，只听砰的一声，400多枚地雷顿时被炸成了碎片片。然而这并没有消除师长的愤怒，为了能尽快找到自己的儿子，并让恐怖分子付出惨痛的代价，师长立刻安排了一名上尉假装军火贩子去跟恐怖分子进行交易。就这样，在上尉的一番忽悠下，恐怖分子对苏联最新研制的榴弹发射器那是连连称赞，甚至连货都没看，直接给了上尉100万定金。随后双方约定明天一早在边境处进行交易。谁知到了取货时间，上尉却死不认账，声称只有交出师长的儿子才会把武器交给他。而恐怖分子直到这时才意识到他们掉进了苏军设下的套里，于是为了实施报复，恐怖分子买通了上尉的阿富汗朋友，并让他将上尉引入到一处犄角旮旯，然后趁其不备将上尉绑到一辆小皮卡上。等到了恐怖分子的老巢后，二话不说将其踹进地牢，跟师长的儿子关押在一起。随后头目找人给苏军师长传信，要求他用100架榴弹发射器和300支阿卡47来交换2名俘虏。而当师长得知自己的儿子还活着，当即答应了恐怖分子的要求。只是就在双方交易的前一天，师长儿子还以为恐怖分子是要杀了他们，于是便趁着小孔不注意，扑通一声跳进河里，然后顺着湍急的河流成功摆脱了小孔的追击。可他刚登上岸准备喘口气儿，就发现了一个阿富汗小孩瞄准了自己，伴随着 biu 的一声，俘虏当场嗝屁。小男孩随即露出了满意的表情，殊不知他这不经意的一枪差点让阿富汗从世界地图上消失，因为他刚刚击杀的俘虏不仅是苏联108机械步兵师师长的儿子，也是逼迫苏军撤出阿富汗并留下军火的重要筹码。可事已至此，恐怖分子也只能硬着头皮进行交易。但为了防止苏军变卦，恐怖分子率先释放了其他的苏联俘虏，并将师长的儿子尸体交给了苏军，以此来彰显自己的诚意。不仅如此，头目还当场做出承诺，不会在苏军撤离时发动任何攻击。然而随着师长看到自己儿子尸体，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怒火，连干3瓶 vodka 都无济于事。可他也知道，此时正是苏联撤军的关键时期，不能有任何差池，否则不仅无法替儿子报仇，还可能影响
响自己的军事生涯。于是将军只能先以大局为重，安排自己的部队井然有序地撤出阿富汗。与此同时，当恐怖头目通过电视得知苏军已经撤离了80%的军队之后，顿时激动得坐不住了。当即便以为整个阿富汗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下，没成想苏军师长却留有后事。只见在苏军撤离的最后一天，2架武装直升机突然从边境盘旋而起，朝着恐怖分子所在的村子哐哧哐哧急速袭来。恐怖分子见状，纷纷趴在地上进行躲避，唯独那名杀死师长儿子的小男孩举起 biu biu， 试图将直升机打下来，直到弹夹里子弹全部被打空，他连个直升机的筋毛都没打着，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巢被炮弹夷为平地。就这么时，阿富汗的恐怖分子被尽数消灭，师长也终于为儿子报了血海深仇。而真正的苏阿战争自1979年开始打了整整10年，直到1989年，苏联才全面撤出阿富汗。在这之前，英国对阿富汗的侵略长达80年，之后又遭受到美国将近20年的入侵，因此阿富汗获得了一个广为流传的称号——帝国坟场。